萧长坤没太在意请柬的事儿，反正给不给自己都不会去，也不会让马兰知道。此刻的他心里都被一个疑问占据。等他挂了小吴的电话，便有些纳闷地问道：裴会长，找个代驾也就100来块钱的事儿，还找小吴来做什么？裴会长大有深意地对萧长坤说道：长坤啊，以后你要是坐上会长的位置，不一定要懂业务，但一定要懂人情世故和职场潜规则。说着，他竖起右手食指，虚空点了点，笑着说道：怎么拉近手底下的人，是门学问，不但要经常给他们糖吃，经常打他们巴掌，还要经常给他们机会，让他们替你做点什么。就拿小吴来说，你作为领导，如果你请他吃顿饭，他对你的亲密感能增加5分，那你请他帮个忙，晚上来给你客串一把代驾，他对你的亲密度反而能增加50分。如果一个领导总是让其中一个手下帮一些力所能及的小忙，那你放心，那个人一定是他的自己人，就算还不是，也即将成为他的自己人。有时候人就是这么奇怪，会有各种各样的服从心理以及迎合心理。你如果只是在工作层面使唤他，他对你只有服从心理，但你如果在私人层面适度的使唤他，就能满足他的迎合心理和讨好心理。明明是他出力讨好你，可他却比你更开心。这是社会心理学，更是育人之道，有机会你可以多研究研究。萧长坤好奇地问道：是这么回事吗？裴会长笑了笑道：老哥，我跟你说的都是掏心窝子的话，不信的话你看看咱俩，我要是不找你帮忙，咱俩能像现在这样聊得这么投机吗？萧长坤顿时眼睛一亮，脱口道：我懂了，我懂了，裴会长，原来是这么个意思，神奇啊，真的神奇。裴会长连忙解释道：哎，对了，长坤，我虽然跟你说的是这么个事儿，但今天这事儿，老哥我可没有拿捏你的意思，就是真心的找你帮忙，这种伎俩，老哥不会用在你身上。萧长坤嘿嘿笑道：我知道，我知道，裴会长您能跟我说这些，那绝对是把我当自己人了。那是当然，裴会长笑呵呵地说道：有些时候，你也要多学一些前辈的经验，人家是摸着石头过河，咱得摸着前辈过河。摸石头有踩滑的时候，摸前辈可没有，摔也是前辈先摔，看见他摔了，咱就停下，换个人接着摸。萧长坤一脸受教地说道：我懂了，裴会长，听您一席话，那真是醍醐灌顶，受用无穷。裴会长感叹道：其实啊，咱们这个人情社会，就是要互相勾兑人情的。人情就像是齿轮，不同的齿轮相互咬合，你中我有，我中有你，才能做到协同运转。你看，你今天帮了我，间接也算是我帮了我那个朋友。咱们这3个齿轮要是咬合起来，他往前转一个齿，咱俩就能跟着转一个齿。萧长坤赞同无比的连连点头，钦佩不已地说道：裴会长，您这些经验对我来说真是太宝贵了。裴会长点点头，说道：我给我那朋友打个电话，把这个消息告诉他，你听着吧，他肯定很高兴。萧长坤顿时也期待起了对方的反应来。裴会长找到一个号码拨了过去，同时打开扬声器，电话很快接通，那边有些急切地问道：老裴，事情办得咋样了？那几位已经准备动身了，我得告诉他们包厢号了。裴会长笑着说道：张兄不用担心，我已经找我们萧副会长帮过忙了。说着，他非常神秘地说道：萧副会长是我的好兄弟，我跟他说完，他就立刻帮忙联系了。你猜天香府那边是谁对接的他？对方连忙问道：是他们那个程经理吗？不是，裴会长笑道：你再猜猜。对方急切地说道：哎呀，老裴啊，都啥时候了，你还让我猜？我昨儿跟那几位说的还是黄金包厢，他们也都很高兴，还说带着扑克提前过去掼蛋。我现在要是再不告诉他们具体情况，搞不好就要闹笑话了。裴会长笑道：好了好了，张兄，不跟你遮遮掩掩了。我们萧副会长帮你联系了天香府的洪五爷，人家洪五爷说了，把最好的钻石包厢留给你。
还给你准备好最高规格的酒席。我去！对方惊呼一声，真的假的？你那个副会长能直接联系上洪五爷，还解决了钻石包厢？裴会长道，张兄，以你对我的了解，我有可能在这种事情上跟你开玩笑吗？对方瞬间长出了一口气，仿佛劫后余生一般的说道，哎呀，老裴，谢谢你啊，你可真是救了我的命了。我是费了很多口舌才把这几位约到一起吃个饭，要是再把这件事办砸了，那我可真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了。裴会长刚想客气一番，对方忽然紧张地问道，对了，老裴，天香府的钻石包厢还是最高级别最高规格的酒席，那这一桌还不得干他个几十万啊。我上次有个朋友在港岛请人吃饭，8个人吃，光是每人1位的那种燕翅鲍就干掉20几万，肉疼了1年多，到现在看见鲍鱼就犯偏头痛。说着他忍不住道，老裴，要不你再帮我跟你那个副会长说说，不行就还是给我解决个黄金包厢吧。本身我通知的时候就说是黄金包厢，那个价位我也好承受一点。裴会长笑着说道，张兄，你不要这么紧张，钻石包厢虽然很贵，但是人家洪五爷可是说了，看在我那位朋友的面子上，给你全场消费打5折，你就算是去黄金包厢，一顿饭也下不了10万块吧。现在同样的预算，在钻石包厢也差不多了，花同样的钱，这面子可是好几倍的面子啊。你要知道，这不光是贵在酒席的价格上，更贵在钻石包厢的尊贵上。你现在就给他们打电话，说包厢改成了钻石包厢，你看他们开不开心就完了。我靠！对方不可置信地问道，真的假的？5折？真有这样的好事儿？裴会长道，当然了，人家洪五爷打个电话给我们萧副会长的时候，我就在旁边听着呢。说着裴会长又道，对了，张兄，我再给你交个实底，人家洪五爷说了，我们那个萧副会长如果过去的话，他亲自接待，而且还会准备2瓶上好的珍藏酒送到包厢，只要他一来，洪五爷也会来，你这面子更大不说，2瓶酒得省掉你多少钱？你就按你原本的计划，至少也得来几瓶珍藏茅台吧。人家洪五爷送2瓶，要是1斤装的，在天香府这种酒店，至少收你1-2万，这又省你3万下去了。要是人家送的是2瓶2斤装的，你至少省5-6万。我的天！对方激动的连声道，谢谢你啊，老裴，也谢谢你那个萧副会长，你一定要帮我把萧副会长请过来啊。裴会长笑道，放心，我已经自作主张，帮你把萧副会长也邀请过来了，我们正往天香府去了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！对方连忙说道，我也在路上快到了，咱们待会儿门口见吧。萧长坤听着2人的对话，心里乐开了花，他总算体会到了这种能在关键时刻为人解决大麻烦，被人吹捧称赞的感觉，有点飘飘然，而更多的是一种发自肺腑的自豪。裴会长挂了电话，也不禁感叹，长坤，你看，人情就是这么勾兑起来的，你帮我，我帮你，将来大家就是经受过考验的战友情了。将来无论谁去了高处，只要愿意转身拉对方一把，那大家的感情就更进一步。古人常说结党营私，不就是这么一点点？萧长坤连连点头，裴会长您这都是大智慧，以后我一定多跟您学一学。裴会长哈哈笑道，你想学，老哥我肯定倾囊相授，不过你今晚在酒桌上可一定不能藏私，必须给我敞开了喝。萧长坤拍着胸脯说道，裴会长您放心，酒桌上我萧长坤就没怂过。